小关巨滩校长牵扯出的校园餐腐败窝案，学生举报揭开黑幕，7元餐费竟被套取2元。近日，华南地区一所乡镇初级中学爆出一起令人震惊的校园餐腐败案件。原本用于保障学生营养的7元餐费，竟被层层盘剥，最终有2元多流入私囊。这起案件的东窗事发，源于一群没吃饱的学生写给校长的投诉信，也揭示了小关巨滩的恶劣影响以及基层教育系统监管的漏洞。学生呐喊揭开黑幕，这所拥有近70年校史的乡镇初中，周边群山环绕，在校生1000余名。然而，这里的学生却长期忍受着吃不饱、吃不好的困境。据报道，学生们曾多次手写投诉信投入校长信箱，信中充满了对饭菜质量和分量的抱怨，有的甚至直言经常吃不饱，有时候晚上还会饿醒。然而，这些承载着学生呐喊的信件却被时任副校长黄凯华随意塞进抽屉，无人理会。直到去年，当地纪委监委查办该校校园餐案件，这些被忽视的声音才真正被人听到。触目惊心的腐败链条，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揭露了这起腐败案件的触目惊心之处。长期作案，金额巨大。该校饭堂负责人张云宝连续11年套取学生餐费，涉案金额高达92万余元。这背后是一个由张云宝、黄凯华、练金峰以及供应商构成的腐败链条，层层盘剥，学生受损。一顿仅7元钱的学生午餐，在多方勾结操作下，能被套取2元多。这意味着学生每吃一顿饭，就有近1/3的餐费被贪污。手段多样，性质恶劣。贪腐分子通过缺斤少两、以次充好等手段，将低品质食材虚报成高品质食材，让学生吃了质劣价高的饭菜。例如，学生平均每天食用大米量被虚增1倍以上，将每斤10多元的鸡肉虚报成30元的。小关巨滩的典型，时任校长练金峰除了涉及校园餐问题，还查出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，涉案金额巨大，性质恶劣，被定性为典型的小关巨滩。令人讽刺的是，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大言不惭地宣称，学校严格按照食品饮食标准，确保师生饮食安全。腐败背后的深层问题，这起案件不仅仅是个别人员的道德沦丧，更暴露出基层教育系统在校园餐管理方面的深层问题。监管缺失，学校饭堂长期自营，但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。在案发初期，甚至没有要求食材供应商走招投标流程，给内部人员与供应商勾结留下了巨大空间。权力集中，饭堂负责人张云宝一人负责采购、下单、验收等多个环节，权力过于集中，缺乏制衡，师德师风败坏。部分教育工作者不仅没有守护学生的健康成长，反而将黑手伸向学生的口粮，严重违背了师德师风。家长与学生的弱势地位，学生和家长在校园餐问题上处于弱势地位，投诉无门，导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。整改与反思，事件曝光后，当地纪委监委迅速行动，不仅查处了涉案人员，还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，警示教育与主动投案。在全区教育系统召开警示大会，明确表示主动投案者可从轻处理。此后短短1周内，区内20余名教育工作者主动投案，均涉及校园餐问题，涉案金额共计200多万元。这说明校园餐腐败并非个案，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。阳光食堂智慧平台部署智慧监管平台，旨在构建源可溯、量可视、质可控、用可统则可究的校园食堂监管新体系。通过电子屏幕实时显示食材信息、采购流程、消费明细等，并引入智慧秤杜绝缺斤少两，禁止采购人员与供应商直接接触，以及多部门联合监督，力求从源头上堵塞漏洞。同餐同菜同价，取消教职工食堂或教师专窗，要求所有师生除供同餐同菜同价，旨在破除特权思想，让师生共同监督饭菜质量，降低餐费，增加透明度。
通过招投标等方式降低进货价，部分学校餐费有所下降。同时，每月公示饭堂收支明细，增加透明度，让学生和家长对餐费使用情况有更清晰的了解。我的观点，这起校园餐腐败案件不仅仅是数字上的贪污，更是对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无情戕害，对教育公平的严重亵渎。我对此深感痛心和愤怒。首先，学生的呐喊被无视是最令人心寒的。当孩子们为了最基本的温饱而发声时，本应守护他们的校长和管理者却选择了漠视甚至变本加厉的盘剥。这种失职与冷漠比贪污本身更具腐蚀性，它摧毁的是孩子们对学校的信任，对公平正义的信念。其次，小官聚贪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。练金锋作为一校之长，本应是教育理念的践行者和师德的表率，却成为了侵吞学生餐费的幕后黑手。这表明，腐败并非只存在于高层，基层小官的权力滥用同样能造成巨大危害，尤其是在教育这种关系到民族未来的领域。第三，监管的滞后和缺失是助长腐败的温床。11年持续作案，虚增1倍以上的大米用量，将劣质鸡肉高价售卖，这些问题长期未被发现，暴露出教育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等在日常监管上的失职。过去依靠人情和经验的采购模式，无疑为腐败提供了便利。最后，这次事件也提供了积极的警示和改进方向。阳光食堂智慧平台的部署，通过科技手段实现全程可视化、可追溯，无疑是治理校园餐乱象的有效途径。同时要求师生同餐同菜同价，不仅能够提高饭菜质量的监督效率，更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原则。主动投案现象的出现，也说明了警示教育和高压反腐的必要性。然而，仅仅依靠技术和制度还不够，更关键的是重建信任和道德底线。此次事件应当成为一个契机，深入反思教育系统内部的权力制约、透明度建设以及对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师德、师风教育。只有当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真正将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，将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化于心，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，让校园餐真正成为滋养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阳光餐。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，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